抱歉，冲撞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正好有事要去找芸娘。芸娘，牡丹，你不是刚离开？那几个客人，你之前可曾见过？第一次见。我方才在门口碰到他们，觉得不太对劲。他们身手敏捷，不似寻常的书生，倒像是习武之人。而且他们身上的卷轴十分的重，我担心里面藏着兵器。传信，换去。有客到。我走了，那你呢？就留下空屋让他们搜，密道恐会暴露。怎么还有孩子？身手倒是敏捷。养狗，勾结宁王，骄纵圣人，罪该万死。今日落入你手，是我等失策，要杀要剐我都认了，但你杀不尽天下义士。郎君，如何处置？带回去养伤，好生招待。我呸！狗贼，你装什么好人？我不过就是贪了点钱，走，你们怎么整是喊打喊杀的？外头那位，何必探头探脑的？进来吧。宁臣抢贼，纵军享乐，祸乱朝纲。情圣设在此，替天行道。你倒是会广纳贤才啊！过奖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自然是来谈生意的了。多亏牡丹注意到那几位少年身上的卷轴有问题，我才能及时通知郎君，将贵客提早送走。这么看来，三郎还欠你个人情啊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举手之劳嘛。不过这三郎被你藏哪儿去了？你们这屋子不会有什么密室吧？这间屋子需要打扫，不如二位移步隔壁可好？芸娘，这是怎么了？道上淬了毒，是父子毒，方才是我大意了。快去太医处请医师。是。来不及了，这毒发作的很快。来得及。我之前在书中好像见过这种毒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把我之前送给芸娘的玫瑰油取来。
再拿些干草、蜂蜜、绿豆，还有生姜。是，快去啊！忍着点儿。伤口清洗得很及时，药也用得对症，毒还未侵入五内，将军可放心，稍后按我的方子抓药，休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。有劳傅医师。不必。你还没跟我说，这三郎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？行，我带你走一趟。阿姐，照顾好芸娘。是。根本就没受伤，还把自己包成这样。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你又遇刺了。不传出去，别人怎么知道我这花鸟使做的有多难？恨我的人有多多？辛苦你了。嗨，陈氏下狱后，我假意申冤宁王，如今遭遇刺杀，不是正好解除了宁王对我的戒心吗？陛下，金银美酒均已备齐，药材按照您的吩咐置办了今年进贡的东阿阿胶。哟，预测了这么多回，终于知道送我点补偿了。不是给你的。我这昨日只是举手之劳，不必这般破费的。牡丹娘子让我避开了一场恶斗，这谢礼是应当的。不过，有人太过嘴硬，我不仅为自己，也是替他而来。谢你及时提醒，还救了芸娘。这某些人的金银啊，可拿不得，我就取这美酒作为谢礼吧。还是三郎善解人意，知道投我所好。这倒是多亏了某人的提醒。你竟有拒收钱财的时候，莫不是想让三郎欠着你，日后图谋些更贵的东西吧？论心思阴暗，目光长远，我可是远远不及蒋军呐。三郎若是真的想感谢我，不妨多多光顾我们的花满柱。正巧，我们近日推出了一些梳妆之物，你来看看。若是有喜欢的，可以买回一二，赠与家中夫人一用。好，我定会多多照顾你的生意。太好了，这全都是之前从我们这里买的火药金丹可还喜欢。我们又培育了几株名贵的昙花，这几日啊便开花了。不若买回一盆，以夫人月下共赏。我怕想共赏之人不是我。何店主啊，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有故事，劝你别多问。一个人越是苦闷，越应当同人讲一讲，万一他人有解决之法呢？夫人与我和堂兄一同长大，感情甚笃。原本他和堂兄定了亲，可无奈家中变故，兄长离世，他这才成了我的夫人。我知道，她嫁我，只是因为家族之命，而非对我有情。那三郎对夫人可是有感情啊？我自小钟情于他，可惜
真是没想到，蒋军身边竟然有如此痴情的朋友。三郎用情至深，可真是命运弄人啊！你夸他就夸他，揶揄我做什么？哎，牡丹娘子，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讨他欢心，令他钟情于我？这感情之事吧，过于艰深。但是我想，以诚相待，那总是没错的。不如三郎不对呀，我才闹明白，你所谓的深情，难道就是一边跟着蒋长阳寻欢作乐，一边用名贵的礼物打发人吗？啊？喝多了，喝多了。但他问的也没错。你言行不一呀！你口口声声说爱人家，可你的行动呢？你没有行动啊！牡丹娘子骂得对。我问你，你除了用名贵的礼物打发人，你可曾了解过你夫人的好恶？你可曾陪她一起做过她喜欢的事情？我确实没有问过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说对了吧？不敢，一时不知如何问出口。怕什么？没事的，你倒是可以请教我，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。这感情之事嘛，其实啊，对待夫人，你凑过来做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莫非蒋军也有苦恋之人？我堂堂花鸟使，岂有爱而不得之人？我身旁那些美姬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他们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谁敢跟你托付终身呀？蒋军怕是连真情实感都不知道是什么吧？罢了，我也不屑听你授课。为了全天下女子的福祉，我还不愿意跟你分享呢。不分享就不分享，谁爱听啊？那你不要在这儿坐着呀。我在这坐着碍着谁？这是我家，这是蒋府。说不过我，动怒了。他的鬼话，你也不能全信。单就白日醉酒这一项，淑妃就不会开心。随之，你牡丹，日后孩子的名字可想好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与她尚未嫁娶。哦，倒是没有否认彼此有倾慕之意啊。我们只有钱帛的往来，是房客和债主的关系。只是这种关系，为何你有心谢他，却不敢直抒胸臆，还要硬说那酒是我送的？哎，方才你俩一同坐着秋千，打情骂俏，恰似恩爱夫妻，我却只有石凳可坐，完全是个插不上话的外人。难得有女子能拿捏住你呀！哎，不如干脆两屋并一屋。我们那哪是打情骂俏，那是拌嘴斗舌。吵吵嚷嚷，也好过满口客套。我与他，有时连陌路人都不如。你这个大情种啊，先管好自己的事，就别来教导我了。陛下昨日醉酒归来，正巧惠妃来过，便将那些昙花和梳妆之物都拿走了。你言行不一呀！你口口声声说爱人家，可你的行动呢？你没有行动啊！更衣，朕去看看令哥。
今日一早，淑妃搬去了兴庆宫，说是想一个人清静些日子。陛下是否要摆驾兴庆宫？罢了，只怕是朕去了，又扰了他的清静。郎君未曾出门，但他身边的秋实总是去花满珠逗留观察，一看就是郎君的授意。那贱奴都把生意做到了平康坊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县主，是否要封了他的铺子？这。哪位贵人府上的府尉啊？前来所谓何事？何店主。听闻花满珠的梳妆之物广受好评，吉安县主愿助你开拓客源，邀请你带上这些东西，即刻前往兴庆宫，给贵人们试用。你们这架势哪是邀请，分明就是胁迫。这可是结交官宦贵女的好机会，你乃贱籍，能得县主青眼，可千万别不识好歹。既然是县主盛情邀约，我们自然不能推辞。诸位不必担心，误会一场，没事儿的。大家刚刚也看到了，连吉安县主都听闻了我们花满珠的美名，这才派了这么多人请我到宫中做客。趁着今日货品齐全，大家要赶紧买啊！不然日后被贵人们都抢光了，大家可就买不到了。还请稍等片刻，我随后便跟您一同入宫。大娘，大家不要惊慌，相信我们店主说的话，不要惊慌，没什么事。牡丹，他们肯定没安好心，你不能去。我知道。看这架势，是打定主意要找我麻烦了。今日若是拒了，来日怎么办？他们若是3天2头的上来找麻烦，咱们这生意也就没法做了。来，帮我。县主吉安。县主缔结婚约，达成心愿。今日有幸得县主邀约，特意带来店中的新品。诸位请看，
这里有玫瑰香粉、丁香香粉，还有万方饮丝无邪。这些瓶中是店主新研制的花露，若是感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前来试用的。平民和贱籍所用之物，也敢拿给县主？粗鄙之人，脑中只有钱帛，不然也不会自甘下贱去五方那种地方做生意。我好心给你介绍生意，怎奈他们看不上。你这样的人，只怕此生只进得了一回皇家别院，即刻就走，岂非可惜？当站在马场当中，好好观赏。站！淑妃是吉安县主，他先前知会过要带贵女们来打马球，借马场一用，要传他们过来问安吗？不必，我也很久没打球了，过去瞧瞧热闹。怎么回事？为何马都要绕开那剑夫？驾！驾！郡主，郡主！快去山药局传风玉。是。淑妃万福吉安。你致使县主坠马，理应被收押，听候县主发落。若非县主急躁冒进，以簪刺马，那马又怎会失控发狂？马儿无辜，已经搭上了一条性命，难道再搭上一条人命吗？淑妃明鉴，是这个贱奴不由分说的闯进皇家别院，县主也是为维护皇家颜面，才不得不发狠纵马。今日县主的人去花满柱请我的时候，许多百姓都看到了。方才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更是毫无逾矩。请问，你们要以何罪将我收押呢？你是蒋长阳府中之人？是。圣人与蒋长阳关系甚笃，若是得知他至交好友府中之人被欺负得如此狼狈，只怕会龙颜震怒。你随我来。不必拘束，换个自在的坐姿吧。谢淑妃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的腿早就麻了。现在并无外人，淑妃不然也换一个舒服的姿势吧。
扶我一把，我的腿也麻了。宫中的花饰果然不凡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粉妆景。我初次进宫，难免有些激动。淑妃见笑了，过来坐吧。以前我一直觉得，宫中的贵人，皆是趾高气扬、高不可攀，没想到，还有您这般英姿飒爽、随和可亲之人。也只有在牡丹娘子眼中是这样，要换做旁人，就要说我不够温婉贤淑了。淑妃待我这般好，是蒋君的缘故吗？你提到花满柱前，我并不知你是何人，我只知无错之人不该无妄受罚。我整日被困宫中，甚少知道宫外趣事，不如你每月都来讲给我听。好呀，淑妃想听些什么呢？听说蒋府美姬如云，花鸟使每日都呼朋引伴，在府中嬉闹，可是真的？蒋君的运势都传到您耳朵里了。传闻不虚，他还有一个叫三郎的朋友，为了偷看种花的女子，都翻墙摔到人家院子里去了。是三郎。禀淑妃，该喝药了。进来吧。淑妃。淑妃这是喝的什么药啊？这个不方便透露。近来难以入眠，我让人配了一些调理的汤药。我打小就讨厌苦味，所以喝起药来会如此难受，无妨的。可否将药方抄与我一份？你懂药理？我方才在马场中嗅到了一股酒香，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我稍懂些马的习性，我知马不喜酒醋，便将匣中带的花露涂抹在手腕处，才让马不愿近我身，如此才躲过一劫。牡丹甚是机敏。淑妃过誉了，我懂一些药理，身边亦有女医相伴。淑妃这次相救，牡丹愿尽绵薄之力。这可是宫中最好的女医所配之方，你能改善？我并非要改良药方，只是淑妃不喜苦味，于是我便想，试着可以找一些药膳，或者是其他什么来代之，这样可以免去淑妃日日服药之苦。大王，县主坠马，腹部遭马蹄踩踏，失血过多，恐怕什么？恐怕日后再难生育了。你说什么？下官已经写好了方子，可是那些药材只能起些调理的。等我一下。是。
拜见大王。大王，我家郎君外出饮酒，尚未归来。您这是？把那个叫何为芳的私奴交出来！人我真送到欢迎楼学艺去了，不许回绿妖舞，不许他回来。这时机倒是巧啊，县主才刚受伤，这人就让你给送走了。我这就差人啊，将何为芳给接回来。既然是我府中的人顶撞了县主，当由我同他一起向县主赔罪才是。随之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所隐瞒呢？区一个私奴，你却为他百般推脱，不顾我们的往日情谊了。不瞒大王，我已下书纳何为芳为妾，不日便要将她抬进门了，怎知竟生了这么一风波。不怕大王笑话，早在洛阳啊，我便对何为芳动了心思。那刘子舒哪怕和离了，仍对其念念不忘，可见此女在归为之上有她的妙处，我自然也不能免俗。随之风流无人不晓，只是先前刚刚拒了县主的婚事，现在却要纳一个私奴弃妇，他就这般与众不同。我之前说终身不娶啊，绝非虚言。我只是纳她做我生前的美婢罢了。大王不会不知，她刚来长安不久，便连开2家铺子。长阳此生唯爱美人和金钱，这样的妙人，我怎能不纳入囊中啊？那随之可是短视了。本王许你的，难道会比一个女子少吗？大王的恩赐自然无人可及。但长阳向来贪心，一粒金子都不愿意露出手心。何况喜事我已告禀圣人，圣人得知我要纳妾，一高兴啊，便赏了我份大礼。我正打算同大王商量呢。哦，臣是一族失势，如今啊，诸道转运副使一直空缺，圣人许我举荐贤能。我正打算找大王帮我甄选一二，若这喜事没了，只怕这赏赐也没了。圣人也随之形同手足，他一直盼着有一个稳妥的女子在你身边伺候，怎么能让他空欢喜一场呢？这样，你另选一个貌美温良的女子，纳了便是。圣人之前来我府中玩乐时见过何为芳，送去学绿妖舞啊，也是圣人的主意。今日兴庆宫啊，淑妃亦在场，我若临时换了人，这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县主要的是子舒兄的心，我纳了何为芳，断了子舒对他的念想，岂不是帮县主解决了心腹大患？若何为芳有不测，那搅黄的就不仅仅是我的亲事了。县主之伤难以挽回，
我也不愿意他再伤心，更不愿意圣人的好意落空。大王觉得如何？回吧。大王准备如何同县主说？幼人的伤势已不可逆，就算是杀了和氏也于事无补。不如卖花鸟使一个人情，借此换取些利益。主导转运副使一职，就留给他未来的夫婿吧。是。走。走吧，去看看我那未过门的小妾。纳妾之事，乃情急之计，不知。侯卫芳，多谢将军。世人皆知，宁王宠爱县主，可就算宠爱到了极致，也没有自己的利益重要。可将军不然，为了我的性命，将自己搭了进去，纳我为妾，此等义气，实在是令我感激不尽。还有，此处我定会为你守口如瓶的。婚姻大事关乎女子的名节清誉，你不明不白成了我的妾室，难道不介意？这名节哪有性命重要啊？再说了，我不过是在教，可将军你是头次纳妾，在外人眼中你娶的还是极其难缠的奸商，并非自己心爱之人，这怎么算，也是你亏了。我若是还拘那些小节，岂不是不知好歹？哼，你倒是潇洒豁达。我方才听到，你许给宁王转运副使一职。你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，我实在不知道以后要如何偿还你。你不必多虑，没人比我更懂收礼送礼的门道。今日我送的这份大礼，自有我的目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哎呀，与宁王周旋，劳心劳力，肚子都饿了。明白，那我去给你烤鱼吃。走吧。我既擅作主张定下这婚事，那婚宴操办上定不会让你受怠慢。别家女子嫁人该有的风光，你也得有。聘礼、婚服头面、宴席婚仪，这些都由你的心意来定。这库中有的你随意处置，没有的你尽管开口，我一定。千万不要大操大办，咱们这桩婚事本来就是权宜之策，若是太引人注目，反而会露出马脚的。我只是不想在礼节仪式上亏待了你，让你受委屈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若是因为办宴席而耽误了生意，那我才是真的受委屈。那你说，这婚宴该怎么办啊？就按最舒服的来，一桌宴席，3壶桂花许，足矣。听你的，那就办得收敛低调一些。
那怎么行？快走！此事事关宁王，性命攸关，切不可泄露风声，连累你的姐妹。将军能娶到我家牡丹，已是三生有幸。若是不敲锣打鼓、大摆宴席，我和大福可不答应。这等喜事，蒋府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待明日，全城提礼请贺的人啊，恐怕都要排到宫门口去了。蒋不大操大办，怕是难啊。千万不要大操大办。你们也懂的，我这个人不喜繁文缛理，何况如云宾客当中有几个是真心庆贺的呢？不过都是无关看客，想来观赏一出情深似海的婚仪大戏罢了。昔日我们义结金兰都礼数俱全，婚娶大事怎可草草了之？那未免也太古怪了。你的友人知晓内情，自然爱重你。可是外人只知你流落军营为奴，操持商贾之业，还不忘攀附官宦。随之，只有摆足了排场，以示对你的重视，才能绝了他人议你高攀狐媚之言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哪里懂牡丹的独到之处？这是我俩的婚事，想怎么办该怎么办，我都听牡丹的。还是蒋军深知我心。旁人的闲言碎语，我何曾在意过？我只愿一切从简，三五好友，欢聚庆贺，真情实意，更胜千金聘礼，风光铺排。哎，不对，这你们马上就要结亲了，牡丹怎么还一口一个蒋军呢？平日我也同他说过，只是换酒了，总是忘了改口。牡丹啊，平时看着豪爽，实则最为羞涩。改口之事先不急，我与三郎有要事相议，晚些我再来院中，与你共饮。好，好。牡丹，这事情也太突然了。你是真心想要做他的妾吗？不是他逼迫你吧？不是。哎，你放心，他之前怎么着咱管不着。婚后，他若敢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老全伺候。知道了，老全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，咱们吃肉。好，吃大肉。哎，这是加生肉的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我都饿死了。虽不摆宴席请宾客，终归还是要把样子做足。上仪、上服、上食，3局的上宫和司令借我。布置府中，筹办迎亲。慈善寺啊，做好的喜饼，全城各大官员俱发一份。上寝局要不也接你？只是做戏，不至于演到床围之上吧？哦。不过听说啊，大婚的床席围帐有讲究，办错了不吉利，那便一同进来吧。所以你们小孩的名字想好了？都说了，只是做戏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一个光禄寺少卿，什么宴没办过，区区一个假结婚竟如此上心，怕不是想假戏真做？我都破例纳了妾，若不办得人尽皆知，那宁王岂不是会起疑？牡丹那儿你可别多嘴啊，我不想让他误会。宁王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来了。看热闹都没这么快的，你到底来干嘛？这不是听闻吉恩县主坠马了，令哥帮牡丹解围，我来探望一二。哦，淑妃被惠妃气跑了，你不会哄，指望我们家牡丹把你家娘子哄回去是吗？你这后院狭小简陋，却能让日进斗金的何店主住在这里，日夜不离。我有琼楼玉宇，
令哥却动辄迁走，请都请不回来。你这边戏假情真，我这边呀，可是妻离子散啊！散不了，散不了。以前啊，淑妃在宫中孤寂，以后啊，妯娌俩常相伴，牡丹玲珑剔透，还愁有什么心结解不开？哎，幼珍，哎，幼珍，幼珍，不要这样，幼珍，冷静，幼珍，你，哎，住手，住手。4年前，我的婚配就为父王换来了门阀大家的效忠。如今我的痛楚，又成了您和花鸟市的好买卖。我这副残躯，已经在无法为父王做些什么了。与其屈辱的活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呀，幼珍，幼珍，你不要瞎想，别瞎想啊！你受的这些委屈，父王都记着，来日定将加倍补偿。还会有来日吗？现在全长安人尽皆知，我被一介商贾所奸，无法再生育了。我的痛，和为方尝不了分毫。子嗣无望，子叔还会愿意与我成婚吗？纵使他愿意，但为了传宗接代，娶满门的妾室，我又当如何自处？大王、县主、刘申父子来了。父王，我没有办法再面对此书了。他若是因为这个眼睛不……他不敢。躺好，躺好，幼珍。你们既已定亲，自当同甘共苦。你所受的委屈与痛楚，他这个做夫君的，理应千百倍的分担抚平才是。放心，父王在。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这药中的金边桑黄是大王亲自向圣人讨的，您趁热喝了吧。刘畅本就配不上县主，还那般3心2意，不识好歹。县主为了他受伤忧虑，不顾自己的身子，奴婢看了都心疼。县主，你何苦非他不可呢？就算是皇亲贵胄，对一个女儿的舐犊之情，也抵不过利益。更比不上权势。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，我更加珍惜此书。至少我对他的这份情谊当中，我可以不用
聚早得失利弊。这恐怕是我此生唯一纯粹的东西了。大王这是要将结亲改为入赘？大王，子叔乃我独子，我们刘家也不是落魄寒门，你怎么忍心让我们刘家断了香火呀？子叔也会被人耻笑吗？幼珍是为你旧好所害，日后恐再难有子息之望。县主有此遭遇，子叔一时痛心，定会加倍疼他爱他。待日后有了庶子，再过继到县主名下。过继，这倒是个好法子。亲家如果想传宗接代，也可以从远亲那里过继一名子侄到名下，不也挺好吗？幼珍如今之情状，便是子叔用情不专所致。如若日后三妻四妾、庶子成群，恐重蹈覆辙，再生祸患。大王，若是幼珍对我不放心，我去与他说清楚，令他宽心。幼珍的性子你应该是了解的，这是唯一能让他安心的法子。就这么定了。本王答应，日后定让你官至宰辅。我明白大王爱你心切，约幼珍之月，通幼珍之痛。只是此事事关家族大事，还需与族中长辈商议。也恳请大王给我些时日考虑。我与父亲先行告退。息怒啊！念在幼珍对你的深情，本王已经给足你们脸面了。我说了，这是唯一的法子，签了入赘书，任何要求你们皆可提。这天底下竟如此荒谬的深情！他苦痛10分，就要我苦痛100倍吗？他无法生育，就要逼我入赘，断子绝孙吗？刘家好歹是簪缨世家，并非要依仗婚事、卖身穷荣才能活得下去。亲，可以亲，但若我为赘婿，绝无可能。好啊，那刘家今日就断子绝孙吧。大王，大王！我签！父亲，入赘之事，我对子叔允了。父亲，我不答应。父亲，男婚女嫁，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即可。无论是娶新妇还是入赘，都是喜事。县主对子叔忠贞，子叔更要投桃报李。大王，息怒呀！还是亲家活得通透。送客。是。大王，子叔。子叔性情执拗，
本王再好好劝劝他。我知道大王权势通天，但纵然你能把我绑进洞房，难不成还能把我和幼珍绑一辈子吗？子书啊，你是认为入赘无子，与你是天大的不公啊？好，那本王就帮你平衡一二，这样你便能心甘情愿与幼珍和睦度日了。来呀，给子书备一副上好的手杖。是。你呀，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高了，傲气、心劲儿，都是用来磨砺的。早点想通，别让幼珍等太久。小春，大夫，我知道你们作为娘家人，想替牡丹考验我，我理解，但我也说了，我一无别宅妇，二无通房，更没有五姬相好，那些莺莺燕燕啊，与我不过是单纯的主顾关系。放屁！大福，胡诌！你上次还信誓旦旦的说你跟牡丹是单纯的主顾关系呢。我有这么说过吗？我对牡丹那是一见倾心，借由做生意以表痴心啊。对，他说的没错。我们这生意做着做着，就日久生情了。哎呀，总之我们家郎君不是好色之徒，而且小春娘子这不是已经号过脉了吗？身体确实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，但你说，但郎君日夜出入五方，美人在侧，难道就只是喝酒谈天？你们的心思竟然这般龌龊！我违心讨好那些舞姬乐伎，还不是为了牡丹的生意可以开拓门路？不然前些日子你们那么多订单从何而来？是啊，此次纳妾，何娘子想一切从简，但我们家郎君依然冒着被弹劾的风险，请来了6居12司的女官。哎，那可是按照娶妻之礼操办的。我对牡丹之心啊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表，是你们家牡丹一直不肯应承。对，因为我之前也不敢相信你的真心嘛。如今小春也给你把过脉了，我自然是也清楚了。得此良人，夫复何求？可是你们俩现在这样，哪里看得出半点男女相悦的旖旎之情啊？哎呀，牡丹之前啊，都把心思放在生意之上，我又未曾动过凡心，如今初尝情爱滋味，难免生疏。
不过你二人应该也未经男女之事吧？看不透我与牡丹之间的情谊，那也是寻常。这我。你看牡丹，嫁我这样的郎君啊，都忍不住欢喜了。当着姐妹的面，不用忍着，想笑就笑。对，你看你俩这样就有点这传奇上写的这个情人之间的旖旎之情了。旖旎大方哦，旖旎。哎，那你俩说说，平常你们俩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心动传情的？可能是他从洛阳带回了我父亲亲手烤的糊饼，还挺好吃的。糊饼好吃，那你呢？我对牡丹早在洛阳留宅，便一见如故。只是当时她还是少夫人，我便只好按下情丝。原来还有这般牵强，倒也合理。那你们长安重逢后呢？他被权贵，他被权贵逼着议亲，我仗义帮助。他上山采花遇猛虎，幸得我出手相救。到底是你帮他还是他帮你？互相解围。贪官与奸商啊，本就绝配。我借助本钱助他谋生，阴差阳错呢，又成了近邻。久而久之，自然情深难抑。凉亭置酒，夜夜畅饮，此情并非生于旦夕，而是日积月累。我们如此这般终成眷属，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呀？不问了，他什么都不问。何家娘子，我家主家收了您的拜帖，请老奴来接你。啊，这就来，这就来。你看看，是不是跟这儿写的一样？我来。你先去忙，我在府中等你吃晚饭。我去送牡丹，二位自便。我平日骑射纵马率性惯了，对这些风雅之物一向嗤之以鼻。不想今日一嗅，却是沁人心脾。好闻倒是次要的，这药香是专为淑妃御症所调，香烟气油肺腑，亦可治疾。这日用之香中有柑菊花、紫檀、丹皮，可以疏肝解郁；而夜用之香中的丁香、茯苓、琥珀，可以让您安神助眠。好巧的心思呀，比那每日的3海碗汤药好多了。您这郁结难眠，并非1日2日，长久以往，脾胃失和，自然难以消受那汤药之苦。若是以食补、药香，或者是平日所用之物，日积月累，温和调理，其效力亦不输那汤药。参。还是牡丹有办法。哎，你回去问问他，还有什么事宜令哥的，多做些啊。哎，先送到朕这边来，改日朕亲自送给令哥。也许令哥消了气，便愿随朕回宫了。只要陛下钱给足，别说几样，几10样牡丹都能给你治出来。庶民以谏曰：多嘴一句。心病
终须心要矣。我千辛万苦生下孩儿，恨不能日夜不离，却要依礼教育工人抚育。难得相见，还有一群工人指手画脚。您可将此事告知圣人，或许圣人也不忍你们母子分离，会允许您亲自抚养孩子。我虽是淑妃，亦不过是臣子。圣人日日有其他宠妃在侧，哪会牵挂我的喜忧？更不会为了我罔顾礼制。人活这一世，终究还是自己身体康健，活得快活最重要。既然圣人留恋他人，您更要爱重自己，不指望那无心之人，或许自己的心便开阔了。有他这么宽为人的吗？还让我们夫妻和睦吗？您天天往惠妃宫里跑，也的确是事实啊。蒋朝阳，惠妃是宁王的人，我能不去吗？朕还帮他帮令哥解开心结，他倒好，直接劝令哥对朕死心。这心病啊，总得知道病在哪里才能治啊。这还没过门呢，就这般护短，良心被狗吃了。进宫后，再没人对我说过这些，他们只在乎淑妃是否打理好了后宫事务，生下的皇子是否聪慧懂事。从来没有人问过皇甫令哥到底想要什么。淑妃想要的是进了这寂寂深宫，所求早已成了奢望。或许只有将心装在自己身上，才最稳妥。淑妃所言甚是，放下心中所执，这病啊，早晚都会好的。如今您来这兴庆宫散心，大可活得自在些。生气便骂，伤心便哭，烦闷了便去寻乐，不能与他人说的，皆可同民女说。可我终究要回去，日日面对那些不想面对的人，听那些虚伪迂腐之言，还要挤出端庄贤德的笑容。三郎，淑妃不是那意思。如妃告诉令哥朕来过，我让牡丹陪陪令哥吧。刘郎君，吃饭了。不必枉费心思，我去世而死，以报县主恩情便是了。还烦请给双亲带句话，我无力振兴家族，愧为刘氏子孙，还望他们莫要伤心。可刘郎君的双亲今日可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大王的聘礼，3跪9叩的谢恩。他们说刘畅生是宁王府的人，死是宁王府的鬼。刘郎君断了这条腿，换来了足足20台聘礼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滚！刘郎君若一心想求死，不如先吃了这今日的喜饼，再死也不迟。我说了让您滚，这情我不会欠，这喜饼
就留着大王享用吧。刘郎君误会了，这喜饼是你前妻何氏和花鸟使的大婚喜饼。大王说了，你看见这喜饼一定有胃口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两晋不可同婚啊！更改户籍，不过是花鸟使的一句话。县主被何氏所害，本该将他千刀万剐，谁知道这何氏却得了将军的青眼，大王姑且放了他一条狗命。刘郎君是旧情难忘啊，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一点比得上蒋长阳？性命为先，做妾算什么？入赘又算什么？这世道，谁有能耐活下来，才是本事。